心灵咨询站探索每一个心灵深处的需要。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， 欢迎收看我们这个全新的系列心理疾病小百科。那在这一个系列当中呢，我除了会跟你分享呢所有关于心理疾病的问题以外呢，我也会在当中呢跟你分享，就是说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的问题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所提供的这一些呢，只是针对某一些的情况和个案来分析的。那每一个人呢，虽然他们可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，但是每一个人造成问题的根源都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呢，我还是鼓励说你能够去寻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。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，我其实主要呢就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做过的个案的一些经历，然后呢，我不会把他们的名字或者是他们的实际情况公开，但是呢，我会提到呢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症状，以及我是如何的帮助他们走过来。所以我也希望说，透过这些的经验分享呢，能够帮助到正在面对困难的你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面对什么困难，那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私讯我，让我来为你解答。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心理疾病是如何形成的。你只有了解了今天这一集之后的每一集呢，你才能够更加的容易明白和看得懂。所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那其实在心理疾病呢，学术上面呢有分成非常多的类型，其中就包括感觉障碍、知觉障碍、记忆障碍、思维障碍、情感障碍、意志障碍、行为障碍、智力障碍以及人格障碍等等，有非常多种类型。那这一些当中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心理疾病，就是焦虑症、忧郁症恐慌症或者是强迫症等等这一类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裸露狂、恋癖狂、洁癖，甚至是一些宅男呢，他们会幻想自己跟一些动漫的人物结婚等等，其实都是属于心理疾病的一种。而人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呢？简单来说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？而这些病当中有一些是感冒，有一些是发烧，有一些是肚子疼，有一些是胃痛等等。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呢，都是跟你的生活环境以及你所摄取的营养有直接的关系。同样的，心理疾病呢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、原生家庭导致到我们的心理营养不足，所以呢才会有这些的问题。可是在这里呢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有心理疾病呢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就跟感冒是没有分别的。那只要呢你能够找到那个根源，并且去把它处理呢，你一样的能够恢复心理上面的健康。所以在你往下看之前呢，我还是要跟你说，就是请尊重每个跟你不一样的人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。其实人在成长的环境里面呢，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营养呢，不但会导致到日后呢，这个孩子长大过后有非常多的内心里面的问题，并且呢，这一些的内心的问题呢，很直接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问题。普遍的医学上面呢，他们就会觉得说吃药就能够治疗好这些的心理疾病，但是很可惜，有非常多的人去看了心理医生，拿了药吃了之后呢，都没有好转，而且甚至呢，他们都知道这些药是有副作用的。但是请注意，我没有说吃药是不好的哦，我只是说单靠药物不能够真正的治疗好心理疾病。如果配合药物以及心理治疗的话，能够加速的帮助到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快速的好起来。而如果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在开始好了之后呢，他能够在日后为自己补充这个心理营养的话，那么这个复发的几率是非常低的。所以说了那么多，我们一直提到心理营养，那心理营养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你有纸和笔的话，记得记录下来，因为呢，不管你是不是心理疾病患者，你都要学会这5大心理营养。而这5大心理营养呢，绝对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心理疾病患者，或者是每一个人类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和心灵。第一点就是无条件的接纳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能够做对的事情做得很好，但是你也会有犯错的时候。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会有犯错，告诉自己即使做错了不够好，你也可以对自己说我会越来越好的。所以第一点呢，无条件的接纳是非常重要的。记住，你不是完美的人，不必去理会别人怎么批评你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接纳你自己。第二点就是重视 number one in life。 所谓的重视 number one in life， 就是把自己的事看为最重要的事，特别是你自己的感受，你一定要把它放在第一位。但我不是叫你我行我素，我所说的是在你不会影响或伤害别人的情况之下，
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感受。举一个例子，今天呢有一个人跟你开了一个你不喜欢的玩笑，如果你不能够接受的话，请你马上告诉他，我不喜欢这个玩笑，请你不要再开这个玩笑，并且请他们尊重你。不要害怕别人觉得你怎样，事实上即使你让他们的话，他们也不会顾虑你的感受。既然如此，那能不能请你重视自己的感受？请记住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更重要的是你不能糟蹋你自己，所以请把自己的感受看为最重要。而第三点就是安全感。一般来说，安全感我们都是渴望别人给我们会比较多。比如说一个女朋友，她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她是希望她的男朋友可以给她安全感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要跟你说的安全感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。那我们要怎样给自己安全感呢？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，你对你的男朋友感觉到没有安全感，那其实呢，你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，提升你自己，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也很优秀。如果你的男朋友不要你是他的损失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支撑你的生命。那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除了感情的部分以外，有哪一个部分是你觉得你的安全感不足的？去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呢，去想想看你能够怎么样去补足这个安全感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让我来回答你。要记住一件事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别人给你多少的安全感，你都不会觉得足够的，甚至久了之后，别人会对你觉得越来越厌烦，而你自己也会变成习惯性的去乞讨这种安全感。与其这样子的活着，不如自己把它建立起来，更加的实际。记住，只有你爱你自己的，别人才会爱你。第四点就是肯定、认同、赞美。如果你一直在努力，没有人给你肯定的话，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没有人有义务要给你肯定、认同还有赞美。但是你自己呢，是可以给你自己肯定、认同、赞美的。比如说你今天很精心的打扮了自己，你就可以跟自己说，哇，我今天真的很漂亮。那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别人即使说你不好看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喜欢你自己，你就可以跟你自己说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你要给你自己有更多的肯定，还有认同，还有赞美。那当你给自己的肯定、认同、赞美越多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有自信。而越有自信的时候呢，别人看你就会越有魅力。最后一点就是学习认知模范。记住一件事情，人是不完美的，但是你可以寻找一个对象来让你学习，或是看书上课提升自己的知识。当你的知识或者是你的一些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也会同时把你这个人的自信心建立起来，然后你会发现到其实你活着是非常精彩的。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心理营养的理论呢，其实就是我的老师林文才老师他所研发出来的这一套心理营养。而这一套的心理营养呢，其实不管是每一个的小孩或者是大人呢，都非常的受用。但是一般来说呢，我们是希望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心理营养给足够我们的这些孩子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在以前没有人有这些的概念，所以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，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呢，心理疾病或者是心里面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可是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当你成年了之后呢，这一些的心理营养呢，你不需要再靠别人给你，你可以自己给自己。之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，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，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成熟健全的地步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我们会越来越懂事，我们会越来越有能力去给自己供应一些自己需要的养分。今天你学习了这些之后，你知道你缺的是哪一块呢？记得把那一块建立起来。只要你有足够的心理营养之后呢，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有这个心理疾病的问题。而也许你不是心理疾病的患者，但是你同样可以学起来，把这一些的心理营养给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朋友或者是家人，去接纳他们，去聆听他们每一个需要，重视他们的生活，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，并且对他们更多的肯定、认同、赞美。从这些的方面呢，帮助他们建立起更强的自信心。那只要他们这一个部分被建立起来之后呢，他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对抗他们的心理疾病。最后我还是要强调的就是，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心理疾病患者的话，你也千万不要去看不起别人，或者是你觉得别人有问题。如果你会取笑别人或者是看不起别人的话，其实这也是你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，你才会有这些的特征。而我会建议你去寻找一些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辅导员，因为有一些的人呢，
他们不贬低人，他们不嘲笑人，或者是他们不说一些是非，他们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每一天都过得舒服的。所以搬弄是非这件事情呢，就变成了他们一种上瘾，而这其实也是因为心理有问题，或者是你是低价值感的人格呢，你才会做这一类的事情。请不要自以为自己没有问题，其实可能你就是最大的那个问题。结束前，让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吧。之所以有心理疾病，是因为我们的心理营养不足。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心理营养补足之后，就绝对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的成长、改善，并且得到痊愈。而5大心理营养分别是无条件的接纳、重视 number one in life、安全感、肯定、认同、赞美、学习、认知、模范。你学到了吗？记得留言告诉我，你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学到了什么。如果你觉得我在哪一个部分呢做得不够好呢，也可以提供我一些意见，让这些的意见成为我的养分，帮助我继续的去成长，让我和你一起的进步吧。我是 Jordan， 非常的感谢你收看心灵咨询站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